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。今天我们聊一聊徐无鬼与魏武侯，一场跨越千年的心灵对话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战国时期的风云变幻总是让人着迷。让我们一起走进《庄子·徐无鬼篇》中徐无鬼安慰魏武侯的故事，探寻其中蕴含的人生智慧。徐无鬼是庄子笔下一位虚构的隐士，名字中的无鬼寓意着没有杂念，心思淳朴，代表了一种超脱世俗的境界。而魏武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，是战国初年魏国的第二位国君。他的父亲魏文侯与韩赵两家联合瓜分晋国三家，分晋这一事件成为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水岭。魏文侯礼贤下士，在父亲的影响下，魏武侯也成为一代有勇有谋之主。可这样一位杰出君主，为何需要隐士徐无鬼的安慰呢？让我们一同走进故事。徐无鬼经大臣女商引荐，见到魏武侯。魏武侯见徐无鬼便说：“先生隐居山林，想必疲惫不堪，才肯来见我。”徐无鬼却回应：“我是来慰问您的。您若满足嗜好欲望，心灵会疲惫；若减少嗜好欲望，内心又会困顿荒芜，怎么做都累。所以我来慰问您。”这话如同一记重锤，击中魏武侯，让他顿时语塞。接着，徐无鬼谈起像狗相马之术，下等狗只求填饱肚子，被欲望驱使；中等狗凝视太阳能控制欲望，追求更高目标；上等狗则超脱欲望，与周身合一。像马也是如此，国家级的好马体态符合各种标准，但天下最好的马却能浑然忘我，超越规则束缚，充分发展本性，奔跑起来超逸绝尘。这看似在说狗和马，实则揭示了人被欲望驱使会心累。只有超脱欲望，达到无欲无求的境界，才能摆脱不幸福的死循环。徐无鬼离开后，女商十分疑惑，他用尽诗书礼乐、兵法韬略，都无法让国君展露笑颜，徐无鬼却仅凭像狗相马做到了。徐无鬼解释，就像越地流亡之人，离开故土越久，对故人的思念就越深。国君长久未听到朴素单纯、毫无功利之心的话，所以才如此高兴。第一次见面，徐无鬼点出魏武侯不快乐的症结在于欲望的死循环，还给出了超脱欲望的解决方向。但对于身为国君的魏武侯而言，仅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不够，还需要付诸行动。于是便有了他们的第二次会面。再次见面，魏武侯询问徐无鬼来意，是不是因为上了年纪，想寻求酒肉美味，或者有治国良策？徐无鬼表示，只是来慰问武侯的精神和形体。他指出，天地对人的养育是平等的，魏武侯身为大国之君，却让百姓劳累困苦来满足自己感官享受，这是病态。魏武侯辩解自己想爱护人民，为道义停止战争。徐无鬼却认为，所谓的爱护是祸害的开始，为道义停战会制造新争端，刻意追求仁义，往往接近于虚伪。成功后的自夸局势，变故后的再战，都会让停战难以实现。真正的和平，应是放弃战争军队和一切争端，修养心中诚意，顺应自然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。徐无鬼的观点放在今天，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不也常常陷入欲望的死循环吗？拼命追求物质名利，以为得到就能快乐，可往往身心俱疲。我们总想着为了更好的生活去争去抢，却忘了内心真正的宁静与满足。不妨学学徐无鬼说的超脱欲望，回归本真。那魏武侯最终有没有听从徐无鬼的建议呢？这就留给大家去想象了。想象一下，如果魏武侯真的听从了徐无鬼的建议，魏国的朝堂或许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原本充斥着权谋与征伐的议事厅，开始弥漫着一种思索与内心的气息。魏武侯不再执着于开疆拓土，而是将精力放在改善民生、修养百姓的内心上。他可能会下令减轻赋税，让百姓们不必再为繁重的苛捐杂税而日夜操劳。田间地头充满了欢声笑语，人们能够安心耕种享受这收获的喜悦。曾经为战争而储备的大量物资，如今被用于修建水利设施，滋养着魏国的每一寸土地，河流灌溉之处皆是一片生机勃勃。在外交上，魏国不再以强硬的军事姿态示人，而是以真诚和友善去与他国交往，摒弃了以往的阴谋诡计。魏武侯派遣的使者带着魏国的诚意，穿梭于各国之间，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贸易的往来。国与国之间不再剑拔弩张，而是共同探讨如何让天下百姓都能过上安稳的生活。再看我们自身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，我们是否也能从这个故事里找到生活的新方向？当我们在工作中为了更高的职位、更多的财富而拼命内卷，却忽略了家庭和健康，内心的焦虑与疲惫日益加深时，是不是该停下脚步，想一想徐无鬼所说的超脱欲望？比如不再盲目追求
那些超出自己实际需求的物质和享受，用节省下来的时间去陪伴家人，和父母一起吃顿晚餐，陪孩子做一场游戏。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，却能给我们带来内心的满足。又或者，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因为一点小事而争得面红耳赤时，能不能放下所谓的胜负心，以平和的心态去理解他人，也许就能收获一份真挚的友谊。徐无鬼与魏武侯的故事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内心的欲望与挣扎，也为我们指引着一条通往宁静与幸福的道路。而关于魏武侯后续的故事，就像一幅未完成的画卷，等待着每一位对生活有思考的人，用自己的想象去添上精彩的一笔。当魏国因魏武侯的转变而焕发出新的生机时，周边国家也逐渐受到影响。起初，他国对魏国突如其来的转变感到困惑与怀疑，毕竟在那个战乱频繁的时代，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是第一武器。但随着魏国使者一次次真诚的出访，以及魏国在文化、交流与贸易往来中展现出的包容与合作态度，各国慢慢放下戒备。赵国率先响应，派遣使者与魏国共同商讨水利工程的联合建设，旨在打通两国之间的水系，促进农业灌溉与水上贸易。两国百姓往来日益密切，边境地区的集市热闹非凡，不同口音的人们讨价还价，文化在交流中相互交融。韩楚等国见状，也纷纷参与进来一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的区域合作，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展开。在魏国国内，随着民生的改善，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。魏武侯下令在各地兴办学校，聘请学识渊博的学者讲学，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。孩子们不仅学习文化知识，还学习礼仪与道德，培养善良与宽容的品质。曾经崇尚武力的魏国青年，如今也开始热衷于诗词歌赋与哲学探讨。整个社会的风气焕然一新。回到我们的生活，徐无鬼与魏武侯的故事，还能给予我们更多启发。在追求个人梦想的道路上，我们常常给自己设定过高的目标，当无法实现时，便陷入自我否定的泥沼。此时不妨借鉴魏武侯的转变，审视自己的内心，调整目标，不再盲目追求遥不可及的成就，而是专注于每一个小进步，享受努力的过程。在社区与社会层面，我们可以像魏国促进国际合作一样，积极参与社区建设，与邻里携手解决问题，共同营造和谐的居住环境。当面对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时，我们以平和理性的态度去沟通协调，摒弃对立与冲突，让社会充满温暖与善意。徐无鬼与魏武侯的故事所蕴含的智慧，就像一颗种子，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根发芽，不断结出累累硕果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。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智慧的传承者与践行者，用它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，创造更加美好